在中国，你40岁还单身，你肯定是会挨骂的。在香港或者台湾会稍好一点点，毕竟他们连同性恋、LGBTQ 啊这些都能容忍，对于大龄单身的包容度稍微高一点点。所谓的民主自由嘛，就这个好处。但是在大陆的话，你虽然现在最近几年嘛，我也发现了人们会越来越丧，好像那单身的越来越多，多数30多岁啊都认为自己是中年阿姨了，但是40岁单身的话还是比较少了。所以说我是注定会挨骂的那种。你还说出来了，你这挨骂的就跟那绝对不比那些你看那些明星下面的留言就知道了。王菲离婚什么的，换老公啊，不是有个人的话已经出名了吗？像王菲这样子在我们村是嫁不出去的。还有杨丽萍这样的也会挨骂呀，都是一样的话了。你这个太自我了，真的是不考虑父母，不考虑这个社会。还有人说，你这是反社会呀，你这才是反贼呢，什么什么的。这个话没完没了的，也没法去争辩，没人关心你到底过得好不好。结婚以后，他们只要你结婚了。我已经单身了3年吧，从2019年、2012、2023，应该是单身3年了吧。久了就习惯了，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啊。但是还是其实也没有排斥，但是也总要遇到合适的人嘛。女人就是越上年龄，这个追求内心内核的这个要求内心，对啊，这种灵魂的契合度是越来越高的。更没法去将就的这样子，是不是？总之呢，那些说你的骂你的，没人会关心你过得好不好，只要你结婚了就好。对于父母来说，中国父母从20多岁就开始催婚啊，要求相亲啊什么。但是我吧，应该是30多岁的时候我姐离婚了，所以说我爸妈对我应该就放弃了希望，也不再催我了。因为我姐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姐结婚很早，而且也是自由恋爱，然后他们当时结婚还合了八字啊什么的，好，搞得很有仪式感，或者很好。但是而且他们相恋很久啊，当时是很轰动的。但是他们还是走到了出轨离婚这一步的。从那以后，我爸妈至少对我不再强求，可能也是对我放弃了挣扎，就是希望我现在就是只说一些你老了怎么办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话了。想起这些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内疚的哦。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赚够就是养老的钱了，让他们不再担心了。而且我也想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当然我一个人努力肯定比2个人更难一点呢。这个社会还是倾向于就是对30多40岁的女性不那么友好。你看到哪一个招工启事上面写着招35岁到40多岁的女性啊？一般的招工启事上面的年龄要求都是24岁到35岁这个年龄阶段。所以说那要是30多岁到40岁，
这样子你要是失业了的话，那你就意味着你的工作的选择的机会很小很小的，要么只能全职在家，要么的话就只能创业，或者是做淘宝啊什么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那些做淘宝做生意的都是家庭妇女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我常想，这一群的女性到底在做什么呢？这个年龄阶段失业了的话，那真的是很大的打击了。先不看这个招工启事，你现在看咱们中国的媒体、电影，像这些电视，这些明星都知道了。你看咱们中国的电视剧，全都是流量小生，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明明有一些像章子怡啊，他们30多岁的，像就是赵琳这样的也很小啊。他们就是说从20岁在演一些傻白甜的恋爱，到30多岁还演这些，就显得他们很违和，然后又显得很别扭，你知道吗？剧本又不好，什么我找了，因为这几天下雨嘛，就没找到一部好看的剧，全都是些傻白甜的谈恋爱的剧本，怎么看呢？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美剧一点。他们就有很多，因为就是一些中年女性呢，你看《权力的游戏》对吧？40岁的色后这些就是脸上也高清的雀斑，也看得很自然。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是好像有数据统计显示，咱们中国人是最怕老的。那你可想而知，这些媒体对中国女性多么的苛刻了。那就是所以说40岁的女性的生存空间比较起来说是非常小的。怪不得早之前的那些女明星，为什么她们要选择移民，像王祖贤啊这些的，因为他们到像泰国这种，它是以那个小乘佛教对吧，就是个人主义，就是所以说他们很在乎这种修为是什么，所以他们不会管别人的事情。所以他去到这样的国家的话，就会少很多是是非非，少很多谣言。即使说他选择一辈子单身，就是你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你就会受到很多谣言、很多是非的一些指责啊，这样那样的留言啊。这就是一个现状，对明星尚且如此，那么对我们普通人呢？我有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你还不是明星呢，但是你却有明星的谣言啊。在中国，总有一种声音围绕着你，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呢，总有人跟你说，哎呀，你还是找个男人结婚吧，好像无论什么事情就是找个男的就能解决的这种感觉。找一个男的就一了百了了，找个男的你就能幸福了，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很让人无奈的。哪怕你刚刚还在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公司的一个战略计划，为国家，为这些什么大事情啊，他立马就会转到这件事情上，好像这件事情就能解决了你目前的困难，让人感觉很无语的。那种感觉就像说，你明明是一个在战场上打仗的士兵，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在弱化你的战斗力，让你现在让你找个媳妇儿不打仗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可笑啊？我是感觉这样，但是现状就是如此，让你感觉是很无奈。你到了30、40岁，你这时候你承担着很多，就是说2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你的就是你可能养着一个公司，你可能要养家，你可能离婚了要养孩子，那你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小的。有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法去考虑就是个人问题。不是有句叫保暖才能思淫欲吗？还因为疫情，对吧？那以后到底怎么过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你一个人都过不好，你都到了40了，你难道还要去拉一个人去陪葬，或者是说，就是说你个人过不好的时候，或者你没有心准备好的时候，你会把这种情绪带给另外一个人的，就是说。总是我是这样的人的，至少我不认为就是找一个人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你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是吧？是你要有那种能力，就是说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那个人他只是你的就是锦上添花，锦上添花，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从20岁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不是说就是因为挑啊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问题啊才到现在。我是那种就是说对呀，我喜欢妖妖娆娆，也喜欢金戈铁马的女的吧。可能我的思维里面有点像男的，就是男性思维这个话题，我也许下一期我专门做一期吧，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一种生存思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女性呢都不具备这种生存思维或者理智性的这种思考这种能力。我希望我的一些经历呢能让大家共情。你们喜欢听这首歌吗？我的选曲是一首叫做《家人》的，我很喜欢它的歌词，而且这个原唱是唱的，我觉得挺符合这个节奏的。对了，我就是想，就是女人也能拿起刀剑这种啊，就是参加战斗呀，像妖精一样生活，像男人一样去奋斗。这是我最喜欢的这种状态吧。这个训练呢我也没拍好，你们就勉强凑合着看吧，但是别骂人哦。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下雨不好去外边拍。